美国霸权崩塌之日，就是小日本亮刀之时，一场百年夙愿的总清算。我们都以为日本是美国的小弟，跟着美爹吃香的喝辣的，心甘情愿当一条看门狗。可真相是，日本这条狗其实是一匹东亚的狼，只是戴着项圈低着头。但这头狼一直没卸下獠牙，你以为它顺从，其实是蛰伏，是等待机会的反扑者。他手里攥着的不只是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更是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美国经济心脏的金融核弹。而当美国霸权真正垮塌的那一刻，日本会不会就是那个第一个下嘴的白眼狼呢？让我们从头说起，一场横跨100年的深仇旧恨正在暗处酝酿。1945年，美军给日本投下2颗原子弹，不止炸平了广岛和长崎，也炸碎了小日本的狂妄自大。从此，日本战败国的标签刻进了骨头里。可真相是，美国不是打倒了日本，而是把它驯化成了工具，扶持经济，搭建军工体系，搞科技输入。日本成了美国遏制苏联、稳定东亚的一枚棋子。但别忘了，棋子也是有野心的。1985年的广场协议，这一刀直接割在日本经济动脉上，美元对日元暴跌 30%， 日本出口产业瞬间失血，随之而来的是长达30年的经济沉沦，被称为失去的30年。一纸协议，杀敌1000，自伤800，但美国毫发无损，日本却元气大伤。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曾怒斥美国在吸日本的血。你知道日本经济起飞的第一桶金从哪儿来的吗？不是索尼，不是丰田，而是朝鲜战争，也是美国把战败国打造成东亚门神。1949年美苏冷战开始后，美国根本没把日本当回事儿，战略中心仍在欧洲。可1950年朝鲜突然开打，美国措手不及，火速集结联合国军。但打仗讲究后勤，美国离得太远，成本高的离谱，于是最近的战败国日本就成了理想的军事后勤大本营。这场战争让日本接到了总价为610亿美元的战争订单，这个数字已经是同时期美国扶持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5倍。这就是日本经济复兴的起点，战争的缝隙里灌进了黄金。更关键的是，美军订单带来了资本技术标准，日本不仅赚了钱，还趁机学会了现代工业体系的精髓。美国为了压苏联，竟然不设防地喂养了一个未来可能咬它的家伙。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又是如何一步步把日本拖进经济深渊的呢？别看今天的日本很佛系，上世纪70、80年代，它才是科技制造的全球王者。1980年，日本制造的 DRAM 芯片占全球市场份额 80%， 汽车出口突飞猛进。1977年还只占美国市场 12%， 1980年飙到 24%。美国3大车企福特、克莱斯勒、通用集体亏损43亿美元，18万人失业。美国人恼了，你这是想搞死我呀？克莱斯勒总裁里埃科卡公开怒斥日本，这是搞经济殖民，民众在街头狂砸日本车发泄。美国政客开始酝酿反击。1981年，美国开出第一枪，逼日本自限出口。日本低头认输，把出口车数量从200万辆砍到168万辆，国内群情激愤，媒体集体骂政府软骨头。但这一次的妥协打开了美国全面围剿的潘多拉盒子。1985年，广场协议出炉，日本经济迎来灭顶之灾，汇率飙升，出口下滑，制造业亏损，泡沫破裂。1986年，美国再补一刀，美日半导体协议直接限制日本芯片出口，还要求日本技术转让。美国要的很简单，我不光要你贵，还得贵得有姿势。东京大学教授中谷岩无奈地说，我们像一只被剪断翅膀的鹤，看似优雅，其实飞不起来。这时候的日本才真正明白一个道理，再强的产业也敌不过被规则重构的霸权。到今天，日本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之一，手里握着高达 1.1万亿美元。有人问，那为什么不趁美元贬值直接抛售搞垮美国呢？这是个复杂的局。一方面，日本深知一旦真引爆美债，伤敌1000，自损500，自己的金融系统也会跟着一起崩盘。但另一方面，日本也从未放下这枚核按钮。2025年4月，日本抛售500亿美债进行试探，这就是一个信号，警告美国你别太过分。而美国也早就知道日本这个盟友越来越危险。美国智库干脆摊牌说，日本已经不是提款机，而是拿着手雷的金融赌徒。所以在军事上，美国死死拴住日本，让其战力受限，但日本却悄悄加码，疯狂采购战斧导弹，加固琉球群岛军事体系，扶植准军工体系，在科技上卡死半导体命脉。这就像一场东亚版的斯诺登文件，表面是盟友，底下全是刀光剑影。小日本这个鞠着躬造反的国家正准备捅美国一刀，你别被日本街头那一声昂 PT 这样给骗了。他们说的再温顺，心里却正悄悄磨着刀，而且刀口对准的正是美国。
小日本是被和平宪法锁住手脚的国家，连军队都不能明说，却已经在暗地里堆出了全球第4高的军费。2024年，日本防卫预算达到了 7.95 万亿日元，约合510亿美元。什么概念？这笔钱能买20艘辽宁舰。你说这还能叫自卫吗？他们正在把自卫变成进攻。日本的军备呢，是在表演服从，私下里却偷偷造反。你知道东京那些写着自卫队字样的仓库里藏了什么吗？147架 F-35 隐身战机，具备突防美国本土的能力，4艘可起降 F-35B 的航母级驱逐舰，下一步将被彻底改造成真正的航母，还在计划采购500枚战斧巡航导弹。他们正悄悄将出云号和加贺号2艘准航母，加装耐高温涂层，能让 F-35B 在上面起降。日本已不是防守的岛国，而是具备对外投射能力的攻击型国家。根据日本防卫省2025年最新披露，建造的新型万吨级驱逐舰将搭载128单元垂发系统，将超过咱们的055型驱逐舰的112单元，实力不容小觑。别忘了，他们还悄悄囤着47吨武器级部，这玩意儿能做什么呢？能造6000枚广岛级别的原子弹。日本表面说无核，背后早就准备好了2次核复活的开关。过去美军打前锋，日本打下手，现在不一样了。2025年3月，日本正式设立了统合司令部，一个能和美军平起平坐、独立决策的作战机构，由防卫省直接领导，常设人员240人，由铁血军官南云宪一郎担任司令，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再也不是接线员了，而是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战争指挥大脑。日本政府高调宣称，这套体系能提升快速反应和作战协同，但国内学者警告，这是对和平宪法最危险的挑战。不少人认为它已经实质性违宪。日本悄悄把国家战争机器悄然激活，美军却还沉浸在太平洋警察的旧梦里。我们再来看技术反制，硅谷的命门在东京，全球 50% 的半导体材料来自日本。别看台积电做芯片厉害，但它的原材料大多数都得靠日本。高纯氟化氢、光刻胶、硅片材料，这些都是决定能不能造，不是造得好不好的关键。如果日本断供，美国高科技产业将全线打摆子。别说 iPhone 更新慢一代，连英伟达、谷歌、OpenAI 都要卡壳。这不是玩笑，日本网友已经喊出我们纳的税为什么要给驻日美军吃牛排？一旦断供，开关按下，硅谷不是减产是瘫痪。别以为日本一直在追随美国的外交节奏，他们早就悄悄走上了去美国化的忍者之路。一是拉帮结派与澳大利亚搞远程导弹试射，和菲律宾签互惠准入协议，把有日本版海军陆战队之称的2栖快速部署旅驻扎在澳大利亚。第二是技术脱钩，联合欧盟建立绕开美国的数字贸易新规则，推进敏感技术供应链本地化。第三，舆论出击，日本学术界掀起一股从属到自立的呼声，开始修复与亚洲邻国的关系，给战后附庸论证明，这是在悄悄洗掉美军马仔的标签，铺设通往自主大国的外交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美国倒下，日本会怎么样撕破脸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美国真出事儿，第一个反水的很可能就是他最铁的亚洲盟友日本。首先是军事反水，驻日美军基地将被驱逐，日本顺势收回冲绳，甚至联手中俄改写亚太格局。其次，金融绞杀，大规模抛售美债，引爆美元危机，直接推动去美元化。再有科技封锁，切断半导体材料出口，掐住硅谷命门，一雪广场协议之耻。最后历史清算，放大原子弹轰炸的国际舆论，尝试把广岛长期定性为反人类罪，彻底击垮美国的道德高地。你还在说美日同盟吗？日本早就不是那个靠美国吃饭的国家。从广岛核爆到战斧入港，从军事重构到金融脱钩，这场东亚复仇者的剧本，日本已经默默写了80年。当美国霸权真倒下的那一刻，第一个咬上去的不是俄罗斯或中国，而是日本。他们笑着鞠躬的同时，已经拔出了那把藏了整整80年的刀。美国印度化，印度神仙化，这原本只是网友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句话所适用的领域正不断扩展。从事故频出的军工基建到无法实现的政府画饼，这些曾经被视为印度笑话的一切，也开始在美国频繁上演。尤其是在特朗普再度上台之后，就连美国白宫的画风都变成了无视现实的胜利无处不在，看起来像极了印度迷之自信的样子。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画风为什么竟然在向被全世界当成笑话的印度靠拢？美国与印度曾经是完全不会被放在一起对比的两个国家。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是备受向往的人类文明灯塔，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和力压全球的科研能力。美国制造在世人眼中是精密先进的代名词。虽然美国事实上早已去工业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只是因为美国嫌弃搞工业辛苦还不赚钱，主动放弃。只要美国想，就能迅速复活为二战时那个独占世界一半工业生产的工业强国。印度则是全球知名笑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偏偏还有种迷之自信，觉得什么牛都敢往外吹。直到21世纪的第2个10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了解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加之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发展，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中国网友摆脱了对美国的崇拜滤镜，转而开始注意到美国旋转门下政商勾结垄断，名为快乐教育，实则通过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差距扼杀上升通道等阶级固化的情况，以及美国那越发尖锐的种族歧视问题。提起阶级固化、社会歧视，作为典型的代表当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于是当有博主提出美国印度化的概念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一开始这只是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概念最初的适用范围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广泛。不知从何时开始，美国军机坠毁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基建事故也变得愈发频繁，德州大学停电和俄州毒列车脱轨更是让这一问题彻底出圈。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只有印度才会闹出的笑话，竟一一在美国上演，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无疑是美国的去工业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喊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意志如何抵得过资本逐利的本能？于是所有的再工业化政策目标最后都被证明只是这幅画饼，美国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这种高调宣言而难以落实的治理状态，显然也很不符合美国一言九鼎的世界霸主形象。倒是与印度中央政府雄心勃勃却碍于治理能力低下，被地方和各路利益集团阻挠，计划无法落地的画风十分相似。美国民众对于国家的堕落也并非毫无感受，他们也认为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其中少不了资本这个深层政府的作用。为了改变现状，他们在2016年将反建制、反精英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即使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的表现并不如意，也没有动摇对他的支持。2020年，特朗普的普选得票数甚至还有所增加。只不过，由于民主党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表现更好，特朗普输掉了这次大选。但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却并不气馁，对于2020年的失败，他们均认定是民主党选举舞弊。到了2024年，这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更是将背着重罪指控的特朗普再度选上了台。在这次竞选期间，特朗普宣称他已经吸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上台之后将彻底清算深层政府，让自己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上台之后，特朗普也确实大刀阔斧，又是接连签署总统令推翻原有政策，又是任用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裁撤冗员。那么美国的情况变得好起来了吗？其实并没有。在特朗普的一通操作之下，美国的通胀问题愈演愈烈，企业压力越来越大，就连一贯坚挺的美国股市都开始转头向下，意味着资本正准备逃离美国。但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支持者们似乎并不这么觉得。白宫官网上赫然挂着，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又收获了无尽的胜利。MAGA们依旧在为伟大的特朗普总统热情欢呼。这种无视现实情况、公然宣称胜利的姿态，给人的感觉像极了印度那迷之自信的样子，这让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国网友看得目瞪口呆。你美利坚好歹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怎么就变得和印度一个样子了？其实，如果带入美国的立场，就会发现，美国会变成今天这个看起来有些魔幻的样子，完全合情合理。自私是人的天性，资本更是贪婪。美国资本想要垄断国家权力，一点也不值得意外。在冷战时期，由于苏联这个对手的存在，美国要与苏联争夺民心，这些资本家也担心一旦输给苏联，美国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尚且不敢做得太过，要给民众福利和上升渠道。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没有了对手的资本家也不需要继续装模作样。于是美国开始推行快乐教育，开始放纵毒品问题，并且疯狂给高等教育涨价。这样的政策必然导致美国普通人堕落越来越容易，学好越来越困难，
美国的精英阶级就可以通过精英教育与普通人拉开差距，让精英地位世代传承。这样的操作确实起到了固化阶级的效果，但也导致了美国底层的素质下降。但是在工业化的时代，就算是底层工人也需要相当的知识水平，美国底层的素质跟不上，对美国的实体工业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好在此时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不必在本国死磕。美国顺势开始产业转移，只将最赚钱的部分留在本土，苦活累活通通外包。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工业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发展部门，没有了工业，再多的设想也无法落地。去工业化的美国赫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的创新格局变成了美国负责设想，中国负责实现。对此，美国口头上声称中国实现突破的领域都不重要，实际上却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毕竟美国在历史上就是凭借生产力优势超越了大英，拖垮了苏联，才获得了如今的世界霸权。如何会不担心中国如法炮制取代自己的地位呢？于是美国试图引领制造业回流。然而对于资本来说，美国合格劳动力不足且用工成本高昂的问题未得到解决，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还在去工业化后的这些年中愈发糟糕，怎么会回美国自讨苦吃？即使美国政府已经用尽了所有能用的手段，美国的制造业依旧看不到复兴的迹象。到了这个份上，美国已经很清楚自己没法战胜中国了，就算如今还有存量优势，但这点存量早晚有耗尽的一天。但美国不能对外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在失去了工业优势后，美国其实在靠霸权吸血来维持自己的繁荣。一旦承认了自己的虚弱，这套吸血模式就没办法继续，美国可能要陷入崩溃。所以即使从现实数据来看，美国已经输了，但是美国还是必须要继续赢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建制派盯上了软实力、巧实力，开动舆论宣传机器，搞出了一套美国过去赢，所以现在也赢的逻辑，对中国的成果进行掩盖和抹黑，动辄，但代价是什么呢？可这样的强辩到底难以服众啊！尤其是在美国民众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变得糟糕，却看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好的时候，愤怒和惶恐让美国民众抛弃了传统建制派，试图通过选出一个强势总统来改变现状。特朗普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成为了那个众望所归的人物。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已经证明，美国的问题绝不是换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但他又不能辜负美国民众的希望，因为如果未来中期选举失利，自己恐怕是要倒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干脆直接搞起情绪政治，通过放出各种惊人言论吸引眼球，让民众相信自己再带着美国赢就行了。反正在美国长期的愚民教育下，美国底层大概率看不出特朗普言论中的逻辑漏洞，这就让美国的画风看起来越来越像那个凭借唯心主义相信自己一定在赢的印度。